现在呢，走到了一片公园里面啊，就是校园就像公园一样，在这些绿意丛中呢，有很多的大楼。这些大楼呢，要不就通过一些连廊啊，要不就通过一些步道连成一片。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啊，一个大学里面啊，就在一个山坡上，而且呢，还做成了很多的公园式的景点啊。现在我走向一个小池子，在这个小池边上呢，就是孙中山的一个坐像啊，穿着中式的长衫，拄着拐杖，目光安然注视着前方，应该是对后来人，对这些年轻的学子们呢，倾注了他的期望啊。对面呢，就是我们刚刚走出来的大楼。这些大楼呢，也说不清楚到底叫什么楼，但是呢，都是以一个个的社会知名人士啊捐款捐资，然后呢才会维持到现在啊。所以实际上是大家共同的一种资助才建成的这些大楼。我后面呢就是孙中山的一个坐像，那在很多地方呢都会有孙中山的足迹和纪念物，就像我前段时间啊，在温哥华唐人街呢就专门去了中山公园寻访。很不错的一个学校啊，有那些教学大楼围成的一个公园。前方呢是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下面呢有一个天井或者说一个小广场啊，感觉是在那边进行一种什么答辩，还是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走到学生的中间去看看。这个香港大学呢，在里面啊随意的走走，就好像在公园里面闲步那样的轻松，都是年轻的面孔，朝气蓬勃的姿态。这边应该是他们在搞活动啊，在前面的一些孩子穿着正装，在那边进行一个汇报啊。所以在这边呢，很多学生啊，就是练习他们的演讲，汇报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来看一看，边上呢就是他们的主要图书馆，我相信肯定不止一个。这个民主墙呢还在啊，但是民主墙以前边上还有的那些塑像呢已经被移走了。这边还有一些桌椅呢，供同学们在这边使用啊。相信这个下面呢，也都是他们校园里面
还有香港大学一些标志物啊。但更远的那些楼呢，可能就跟大学没有太大关系了，就是一些居民的社区居住大楼了。这边呢，图书馆的大楼的旧楼，下面呢还会有一些咖啡店之类的。在这个图书馆边上呢，就有一个香港大学校园一个指引图。我们来看看这个香港大学校园的指南啊。整个校园呢，占地面积还是很大，它是依山而建啊。完全都是在山坡上慢慢的建起来的。现在呢，我们在这里边上的学生呢正在搞活动啊，图书馆就在这里。这是我们刚刚进来的那个最近大学的一个地铁站 A1、A2 出口，但实际上呢还有一个 C1 出口，一样是可以去到地铁站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这边广场上的活动啊还没有结束，就来了一帮小朋友，应该都是小学生。他们穿着一式的衣服啊，应该是某个学校的学生，他们也有统一的校徽。提前到大学里面来感受一下高等学府的氛围，我觉得这种活动就特别好啊。好，现在呢，我们从这个咖啡店边上的这条步行小道，看看能不能走到外面去，走到地铁站的附近啊。这条大道呢，被称之为大学街 （University Street），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啊。而且这条大街呢，不见得是一条平路啊。但是它通过一些自动扶梯，而且呢，专门做了雨棚，就学生们在这里面行走呢，不会被淋湿啊，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但是呢，这个学校就是建在一个丘陵山坡上啊，所以难免呢每天都要上下，就预示着学生们的学业呢，也要克服一座座的山峰，有顺利的下坡路，也有艰难的上坡道。现在呢，我又转到了刚才那个主图书馆的后面啊，这个就是图书馆进门的地方。相信呢，不是这边的学生应该不让进，有门禁。那我们就在这个图书馆边上的一个小花园啊，稍微的转转。我刚刚站的比较高的地方呢，是可以看到这个图书馆外面一直可以望到海。这边有玻璃窗，这边呢就是相信是以前他们大楼的最早的大楼，大学的最早的大楼，非常古色古香，具有南洋风格的西式建筑。往前看呢，就是海港的景色了。
边上呢还有一些旧楼还在维修。相信这里呢是很多学生啊在这边闲庭散步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主图书馆墙壁上面写的明德格物，我相信呢是这个大学的一个校训啊。这个小庭院繁花似锦啊，开着非常漂亮的花朵，还有人在花前月下在这边呢闲坐谈心闲聊。我相信啊，这边每天都有很多到这边来打卡的游客，因为这个大学呢完全是一个敞开的空间，欢迎大家随时到这边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书卷气。现在继续顺着大学街另外一头来走一走。它这个大学街呢分为上层和下层，现在呢我们是在上层行走。相信前面呢有他们100年校庆的一些设施。在学生中间这么走一走，感觉非常好，好像都变年轻了很多岁。大学边上的这些山体啊，都被用专门的这种水门钉呢进行了加固，而下一层的水泥石板上画了很多的画。这边呢是黄科敬楼，有一位捐献者的名字命名的大楼。这边呢有很多的电梯啊，可以上到大楼上面去，或者到下一层。前面的就是香港大学站啊，就是我们刚刚从那边进来的那个 A1 或者 A2的入口。在这个大学街的这条高架路啊边上来看看整个大学的校园，那些建筑啊都建在山坡上。如果你要往下看呢，非常深，应该有很多层啊，一直这么过来，到大街上我估计有个7、8层、10来层那么高。但是呢，它建了这么一个步道，然后呢直通地铁站啊。刚刚我们就从那个电梯上来的。好，现在我们顺着这条大学街呢继续往前步行。因为这边啊，它其实是个立体的交通。这条呢是大学街的空中步道上层啊，我相信还有下一层，还有更下一层。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啊，面江的一些楼房，有些居民楼啊建得很高，直接可以望海。但是呢，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一块啊，顺着这个山势而建。
前方呢是综合大楼李国贤堂，然后有百年校庆园、李兆基会中心等等啊。所以这栋楼呢是一个综合大楼，在这个里面呢，学生可以进行各种活动啊，相信也有很多的一些餐饮、便利店之类。它这个对着的呢，就是望海了，和海边的那些高楼。占地非常独特的一个大学啊，不仅在海边，它也在山坡上。这个呢是他们一个综合楼啊，我进去稍稍的看一看。这边呢就是一个学生综合楼啊，看来还兼一个演奏厅，同时呢这边也是一个 support center， 就是给予学生很多帮忙的地方，感觉非常的热闹啊。然后也有一个便利店。这个就是他们的综合楼的底层，非常热闹的场面啊。好，我们顺着大学街继续往前走。看得出来啊，这边的学生呢非常的活跃，他们利用校内的一些空地、桌椅呢，在办他们自己的活动啊。当然也有三三两两坐在一块研究学问的。更多人呢就在这个大学街上匆匆走过，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这条大街到了这里呢，就通向一个大楼，成了一个大楼的底层啊。这个底层的边上呢，有各种各样的花园，非常漂亮。当然，这边也有很多餐馆、银行等等。我的耳畔呢，传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国家的语言啊，我相信很多留学生。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广场，也是一个小花园。虽然今天没有办法在香港大学里面停留太久，因为我们买的票的时间呢快到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离开这边了。在离开之前呢，在香港大学的这个墙面前最后再留个影，然后呢就准备从这边找地铁站回去了。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到这边来留影，我也给自己自拍一张，就在香港大学的这堵墙上结束我们今天的在香港大学的校园内的寻访。好了，我们现在准备找路回去了。我觉得虽然时间有限但是还是来感受了一下这所知名大学的一些气氛围还是非常开心的一段旅程。那么我们就
随着我的镜头啊，慢慢的再回望一下香港大学的校园，然后我们从这边呢就准备回去了。原来这边呢还有一个访客中心啊。好了，那我们就结束今天这一段在香港大学的寻访。我们坐电梯去到地铁站去了，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